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立，我是林汉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说不定能救你一命的工具，那就是 Magic Data Recovery， 一款专为 Windows 用户设计的资料复原软体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？本来只是整理资料夹，手一滑，不小心按到永久删除，结果整个资料夹都不见了。或者你有用过的 SD 卡突然读不到，打开一看变成 RAW 格式，里面旅游的照片全没了，甚至你的电脑突然蓝画面。重灌完系统发现，桌面上原本的毕业论文、作品集、财务报表通通消失。那一刻的绝望我懂，但也因为这样，我决定来测试一款号称强大又简单的救援工具，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。这支影片我会从实际操作出发，带你一步一步看看 Magic Data Recovery 要怎么用，能不能救回已经格式化、删除甚至损坏的资料，还有它跟其他同类型软体比起来有什么优势与陷阱。影片会分成几个部分来讲。第一部分，我会简单介绍一下这款软体的基本资讯。第二部分，我会实际操作一次给你看，从安装、扫描到复原。第三部分，我准备了3个常见的救援场景：误删、格式化、损坏，看 Magic 能不能破解成功。第四部分，我会总结这款软体的优缺点，并提供一些重要的使用建议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Magic Data Recovery 介绍。Magic Data Recovery 是由 Magicsoft 公司开发的一款资料复原工具，支援 Windows 系统。它的特色可以简单总结成几个关键词：操作简单，不需要专业背景，新手也能用。支援多装置，硬碟、SSD、USB、SD 卡、记忆卡都可以扫描。支援超过5000种档案类型，像是 JPG、MP4、Docs、PPT、PDF， 甚至压缩档 ZIP、RAR 都行。免费试用，你可以先扫描看看有哪些档案救得回来，再决定要不要付费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还支援预览功能，也就是说，即便你是免费版，也能看到救回来的东西长怎样。这点对我这种怕踩雷的人来说超级重要。实际操作流程，我现在就实际操作给你看。第一步，打开官网下载软体，网址我放在下方说明栏。下载后安装很简单，一路按下一步即可，没有广告，没有额外插件。第二步，选择要扫描的磁碟。打开软体后，它会自动列出你电脑上所有可侦测到的装置，例如本机硬碟、外接硬碟、USB 随身碟、SD 卡等等。我这次会选择一个模拟格式化过的 USB 随身碟，里面原本有一些测试照片跟影片。第三步，选择扫描方式。软体会提供快速扫描与深度扫描2种选项。如果你是刚刚才误删，可以先用快速扫描，但如果你是格式化或者资料已经不见一段时间，建议直接选择深度扫描。接着就是等待扫描，时间长短会根据你选的磁碟大小、档案数量不同。我的 USB 大概 16GB， 深度扫描大约花了5分钟。扫描完成后，会看到一个可复原档案清单，这里就是魔法的开始。软体会自动依照档案类型分类，例如照片、影片、文件、音讯等等。点进去你会看到一堆档名是乱码的，但没关系，只要点下预览，就能看到内容。第四步，选取要复原的档案，点复原，然后选择储存位置。这里非常重要，复原资料千万不要储存在原本的磁碟中，会有覆盖风险，导致更多资料救不回来。请储存在另一颗硬碟或 USB 里。实测3种情境下的救援效果。我准备了3种不同场景，来实测 Magic Data Recovery 的实战能力。测试1，误删照片。我先删除一组照片，清空资源回收桶后马上使用软体扫描，结果几乎全部照片都找得回来，连原始档名也能复原，预览清楚没问题。测试2，格式化过的 USB。
我用 Windows 对一个 USB 随身碟进行完整格式化，再进行扫描，结果找回大部分档案。虽然档名变乱码，但内容都能打开，包括影片、PDF 图片。测试3 SD 卡损坏 RAW 格式。我拿一张手机常用的 SD 卡，故意写入错误让它变成 RAW 格式， Windows 认不出来。结果 Magic Data Recovery 仍能扫描该装置，救回了不少 JPG 照片与部分 MP4 档。总体来说，表现超出预期。4. 使用提醒与陷阱。但你知道吗？再好的软体，如果用错方式，救回的几率也会大幅下降。以下是几个必须记住的原则。1. 资料不见后不要再写入该磁碟，写入越多，原本可复原的资料就会被覆盖，救不回来。2. 复原资料不要储存在同一个磁碟，这样一来有可能一边救一边覆盖，非常危险。3. 先用免费版扫描看看，不要一开始就冲动付钱，先扫描预览能不能救回资料再说。4. 尽快行动，时间越久越容易被新资料覆盖，复原几率降低。5. 谁适合使用这款软体？ 1. 学生族群，报告、专题、照片一不小心删掉。2. 上班族，公司简报、合约、报表遗失。3. 创作者，摄影作品、影片素材全放在 SD 卡或 SSD 里。4. 家庭用户，重要回忆相片不见了，痛不欲生。这款工具对这些人来说就是保命符。6. 总结，当然，我认为一支介绍软体的影片，最重要的不是一昧的称赞，而是要诚实、实际、有温度的分享体验。所以在总结这部分，我想跟大家讲得更坦白一些。Magic Data Recovery 是一款表现不错的资料复原工具，它的优点我前面说过很多，资源格式多，操作简单，扫描速度快，预览功能对使用者也很友善，特别是对像我这种不是工程师背景的人来说，用起来是不焦虑的。但它不是万能的，它没办法保证100%救回所有资料，也不是你今天突然资料消失，装了它就一定能回到昨天的样子。它的复原率还是会受到你操作时机遇是否有覆盖写入影响。简单说，就是你资料删除后越快扫描成功几率越高。如果你等了1周，还下载游戏存影片进去，能救的东西可能就没剩多少了。另外，我也觉得它在扫描结果的分类与档名呈现上还可以再更人性化一点。现在很多档案名称会变乱码，用起来会需要逐个预览确认，稍微花时间。所以如果你问我这款软体值不值得用，我会说值得你在遇到状况的时候第一时间试试看。它不贵，有试用版，也没什么学习门槛，是目前市场上蛮平衡也够实用的选择之一。但我不会说它能包山包海，更不建议大家平时资料管理全靠它来补救，备份永远是更便宜更安心的选择。这就是我用完后真实的感想。最后，如果你曾经用过其他资料救援软体，或是有过被资料消失吓哭的经验，欢迎留言跟我分享，我很乐意一起讨论。如果你也想试试看这套软体，影片下方我有放连结，可以去下载体验看看。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、自媒体经营等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的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力，我是林汉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